评测底片对我而言，永远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过往以生产黑白底片闻名的品牌，更是如此。嗨，欢迎回来。经过德国8年的交换时间，终于回到台湾，有机会在这个晚上录制这支影片。那今天要介绍的呢，是英国莫布里的哈曼工厂，他们推出第一款从感光乳剂到包装完全自产的彩色底片。那继去年他们推出135版本之后，今年则是推出了120中片幅的底片。所以欢迎收看在英国开箱英国彩色底片 Harman Phoenix 200。这次在英国展开为期10天的旅行，并在与原厂的联系下，收到了3卷底片的包裹。为了测试这款底片是否能因应日常的拍摄需求，所以我分别以日夜2个不同的时段拍摄。顺便介绍这次所使用的相机，多亏朋友秉峰的协助，让我有机会透过这台2001年推出的 Pentax 605N Mark II 搭配75毫米 f2.8 的镜头来测试底片。嗨，各位，我现在人在英国伦敦的 New Crossgate 车站，现在要往 Queen's Road 的方向前进。那今天晚上呢，就是要用这台 Pentax 645N Mark II 来测试Earforce 新推出的底片 Phoenix 200。 A heart that's full up like a landfill, a job that slowly kills you, and bruises that won't heal. You look so tired and unhappy and bring down the government, and they don't speak for us. I'll take a quiet life, a handshake of carbon monoxide, and no alarms, and no surprises, no alarms, and no surprises, no alarms, and no surprises. Silence. This is my final fit, my final belly ache with no alarms, no surprises, no alarms, no surprises, no alarms, no surprises, please. Pentax 645N Mark II 可以拍摄16张快门，并拥有反光镜预升的功能，让快门的震动减小，以维持画面稳定。同时，相机也具备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也就是曝光参数的打印功能 （Data Imprints）。平常如果要记录每一张快门的曝光参数，就必须每按一张快门再另外做笔记。如果在快拍的环节下，就会很没效率。而有了曝光参数打印功能后，在扫描影像成电子档时，便可以确认当下所设定的光圈、快门以及 ISO， 是非常聪明而且便利的设计。
来说，拍摄加油站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虽然它其实是一个非常cliché的一个场景，但是无论是夜拍，无论何时，就是用什么样的底片，你总会有一种想用这款底片去测试看看夜晚的加油站。然后加上加油站在夜晚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视觉感，又像是一种夜晚的一个灯箱伫立在那边，所以无论何时拍摄，总会给你一种很特别、跃跃欲试的感觉。然后，当然，我觉得我这次想强调的就是说，在英国伦敦拍摄夜晚无人的加油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光是拍摄这个点，然后把相机架好，准备要拍摄的时候，前方、后方的车经过，然后随即的就是进到加油站里面加油的人，每一台车加完油要离开的时候，下一台车就会过来，所以这样反反复复，我觉得光是要拍好一张照片，就等了我已经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这非常困难。要拍摄一个无人的加油站，很有挑战性。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成就感是，当你花了这么多时间，然后换来一张你真的觉得很满意的照片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值得的。这也是一个漫长夜晚的等待，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大概是我的心得感想。接下来是关于底片光晕 halation 的表现，而这次测试的 Phoenix 底片有这样子的特性，尤其是在夜拍的环境下，有集中光源的部分会特别明显。但这边要提醒的部分是底片本身的宽容度非常有限，在光比相当大的夜晚环境进行拍摄会遇到严重欠曝的状况。当时我是把 ISO 设定为200度进行拍摄，亮部范围是正常或者有些微过曝的状况下，然而暗部细节依然会出现许多的杂色，甚至可能曝光时间再拉长都很难改善。我认为 Phoenix 这支底片它有很好的光晕表现，但受限于它本身 ISO 并不够高，所以我并不会很建议拿它来夜拍，反而是像柯达 Portra 800或者是 Cinestill 800T 这两款高感度的底片会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官方在介绍 Phoenix 200是这样形容的：It is experimental in its nature with some quirky characteristics. It has strong visible grain with high contrast. 我的理解就是放开来去拍，不用预设太多立场，在拍摄的过程玩得开心才是重点。隔天我坐火车来到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80公里远的城市 Brighton， 这边有非常著名的景点，也就是超过100年历史的 Brighton Pier。最开始是看了英国摄影师 Simon Roberts 拍摄的照片后，这趟来英国也想亲自走访看看，选了观光客最少的周一，游走在甲板上观看海鸟以及无人的安静的游乐设施。Could I forget? And you can bet your life he lied. I tried to give a party, and the guy upstairs complained. I guess I got the life, just catching calls and missing train.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I never miss a thing. I've had a midges and a month, and every time I play on yes, my partner is strong. I guess I'm just a fool who never lets people hit jump.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At first I thought maybe you could break these things for me, and the love would turn the dream to a despair. But now I just can't find this
the things for me. I've mortgaged all my castles in the end. I've telegraphed a phone, sent down him a special tune. Your answer was goodbye. There was even postage too. I fell in love just once, and then it had to be with you.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至于来到英国，就该品尝诞生有160年之久的传统料理——炸鱼薯条 （Fish and Chips）。这趟英国之旅的可惜之处在于天气，虽然听起来像是刻板印象，但说真的，阴天对于英国人而言就是好天气的标准了。这趟为期10天的旅行中，只有2天稍有太阳露脸，其余的日子除了阴天就是雨天。在 Brighton 拍照的时间都是阴天，也导致无法发挥出 Phoenix 最好的效果。伦敦的地铁非常发达，需要花上一些时间才能够熟悉该在哪里转车，加上进到地下后，网络以及 GPS 就会失效，所以必须要在出发前就查好路线，才不会迷路。我也在里面拍了一些地铁站所见的影像，但这边要提的一件事就是关于 Phoenix 的色偏问题。在没有自然光的情况下， Phoenix 的颜色表现很容易会崩掉，对，是非常严重的崩掉。例如在地铁车厢里拍摄的照片，如果来看原本底片的颜色，整张是洋红色，那转成正向就会是绿色。其余的底片只要是在类似的场合下拍摄，也会出现这样子的效果，后期基本上是无法再调整回来的。所以当我在看到电子档的第一时间，就开玩笑的说，这大概画面就是白平衡跟色调设定坏掉的相机才会拍出来的照片。然后在你看到底片的时候，这不是在开玩笑。当然你也可以觉得 Phoenix 这款底片就是在开玩笑。再来会是这支影片最需要被讨论的部分，就是关于色片如何被处理，是否可以透过后期的方式进行修正。我认为这个部分呢，它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不过在这边我可以先分享我个人是怎么进行后制的。自己是用 Epson V750 平台式底扫机，搭配内建的 Epson Scan 2， 先用正片模式去扫描。对，在这边先扫描出一张原有的负片档，然后进到 Photoshop， 使用负片模式转为正片，然后再点选自动色彩。我认为这样子的程序得出的颜色会比单纯用底扫软体的负片模式来得更接近当下所见。至于说在底扫这个部分会不会推荐 Silverfast 这个软体，由于 Silverfast 它本身是需要对应特定的底片去给予一些颜色上的校正，但因为没有 Phoenix 这个选项，所以我在这边就不给予一个底扫的结果。那至于关于是 Harman 他们自己的官方也有给一套答案，就是关于他们自己建议的方式，无论是给店家使用个人的底片扫描还是数位的翻拍，那我会把他们的 scanning tips 把它放在留言的注解处。在这边我做一个结论， Phoenix 就如同官方所提到的，这是带有实验性的底片，它拥有极强的个性，但对我而言，
光线充足，最好是有明显自然光，才能够去发挥这款底片的优势。不过，作为首次推出彩色底片而言，我依然抱持很乐观的态度。毕竟，在2024年，依然有底片大厂愿意投入心力在研发新底片，这件事就应该要予以鼓励以及支持。目前 Harman Phoenix 200的中片幅规格底片与 Lane & Life 的官方售价为新台币350元，若有购买需求，可以至网站或实体店面洽询。那么，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见。